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bhijit Banerjee 和 Esther Duflo 的贫穷的本质。Abhijit Banerjee 和 Esther Duflo 是麻省理工学院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的联合创始人。15年来，他们不断走进街头巷尾和村庄社区，与非政府组织、政府官员、医疗工作者、小额信贷机构以及生活在贫困中的普通人接触，试图了解穷人究竟怎样生活，又是怎样做出选择的。截至2010年，这一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已经在全球40个国家完成或正在开展240多个实验项目。贫穷的本质是一份建立在真实数据和实地测试之上的扶贫诊断书。它没有停留在外来援助究竟有益还是有害的宏观争论中，而是把目光落到穷人生活中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问题上。借助类似医学中检验新药效果的随机对照实验，它验证不同干预措施究竟有没有作用，也重新审视了我们对营养、健康、教育、生育、信贷和保险等问题的许多固有认识。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真实的贫穷陷阱究竟藏在哪里。关于怎样消除全球贫困，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派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派以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 为代表。Sachs 认为，许多国家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因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没有大规模的初始投资，这些国家就无法提高生产力，而因为贫困，他们又拿不出投资所需的本金。打破循环的办法是由富裕国家提供大量援助，比如免费发放化肥、电脑和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帮助穷国越过最初的门槛。另一派以经济学家 William Easterly 为代表。Easterly 认为，援助往往弊大于利，它会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的解决办法，腐蚀地方机构，也可能破坏原本能够运转的市场。如果免费发放蚊帐，人们或许不会珍惜，甚至可能把蚊帐拿去做婚纱或其他用途。更糟的是，免费发放可能使当地销售蚊帐的商贩破产，一旦援助停止，人们反而无处购买。几十年来，两派争论不休，各自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案例来反驳对方。但仅靠理论推导和宏观比较，很难得出可靠结论。经济学家 Pascaline Dupont 和 Jessica Cohen 把医学界对照实验的方法用在了肯尼亚的蚊帐分配上。他们在当地的产前诊所开展实验，把诊所随机分成若干组，向孕妇提供折扣程度不同的蚊帐。有些诊所免费发放，有些诊所以优惠价格出售，还有些诊所的价格更高。实验结果显示，穷人对价格极为敏感。蚊帐免费时，几乎所有人都会领取，当价格提高到大约75美分时，购买人数便接近于零。即使只收取很少的钱，也可能使大量家庭放弃一种能够挽救生命的产品。那么，免费得到的蚊帐会不会被随意浪费？实验结束几周后，调查人员来到这些家庭实地查看，结果发现 60%到 70% 的妇女确实在使用蚊帐。在另一项后续实验中，使用率后来接近 90%。 更重要的是，花钱购买蚊帐的人和免费领取蚊帐的人，使用率并没有明显差别。免费发放会不会破坏人们以后购买蚊帐的意愿？ Dupont 后来再次向这些家庭出售蚊帐，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购买，但与第一次按全价购买的人相比，第一次免费或以极低价格获得蚊帐的家庭反而更有可能再次购买。他们的朋友和邻居购买蚊帐的概率也更高。亲身使用的经历让一些家庭看到了蚊帐的实际好处，也使这种产品更容易被周围的人接受。这项实验让争论从抽象立场回到了具体证据，人们是否购买、是否使用，以后是否还会购买，都可以通过真实行为来检验。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省的一个村庄里，年过40的临时农工帕克·索林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生计危机。索林的父母养育了13个孩子，原本不多的土地还要用来给孩子们盖房，已经没有多余的耕地可以分给他，他只能给当地农民打零工，在田里干一天活，能挣1万印度尼西亚盾，按购买力计算大约2美元。后来化肥和燃料价格上涨，当地农民没有降低工资，却不再雇佣更多工人。在研究人员见到索林之前，他已经整整2个月没有找到一份农活。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或许还能转去建筑工地，但索林说，许多重体力活他已经干不动了，需要技术的工作他又没有经验。对于一个年过40的人来说，重新学一门手艺也并不容易。为了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去了80英里外的雅加达，在别人家里做佣人。12岁的长子虽然成绩不错，也不得不辍学到建筑工地做学徒。2个年幼的孩子则被送到祖父母身边。索林每周从政府那里领取9磅救济大米，平时还会到湖边捕鱼，尽管他根本不会游泳。在研究人员到访前的1周里，他有4天吃了2顿饭，另外3天每天只吃了1顿。他越来越虚弱，也越来越沮丧。这样的经历描绘出了一个经典的贫穷模型。假设横轴代表今天的收入，纵轴代表明天的收入。在坐标系中画一条45度的对角线，对角线上的每一个点都表示明天的收入正好等于今天的收入。再画出一条类似英文字母 S 的曲线，这就是 S 型曲线。S 型曲线左下方的一段十分平坦，并且落在45度对角线之下。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初始收入处在这一区域，他今天挣到的钱甚至不足以维持身体运转和基本生活。营养不足会削弱体力，体力下降又会减少劳动产出，使他明天的收入比今天更低。随着时间推移，他会沿着曲线不断向左下方滑落，最终停留在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位置。只有当他获得一笔足够大的外部投入，或者找到一份能够保证基本生活的稳定工作，把初始收入推过 S 型曲线与45度对角线的交点，情况才会发生变化。在曲线陡峭上升的区间，明天的收入高于今天的收入，多出来的钱可以用来购买更好的种子、交通工具或者改善健康。收入由此逐渐积累，直到增长速度再次放缓。许多扶贫政策的分歧，核心就在于这条曲线究竟是什么形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现实世界更接近一条反向的 L 型曲线，它没有左下方那个平坦的陷阱区，即使初始收入很低，明天的收入也可能略高于今天。最穷的人能够依靠一点点积累慢慢向上，直到收入停止增长。在这样的世界里，一次性援助只能让一个人前进得更快，却不会改变他最终能够到达的位置。要判断穷人面对的是 S 型曲线，还是不存在陷阱的反向 L 型曲线，不能只看一张图。我们必须走进真实生活，看看他们获得额外收入后怎样消费，怎样投资，又会遇到哪些具体障碍。以体力为基础的 S 型曲线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如果穷人能够多得到一点钱，他们会把这些钱尽量用来购买更多热量，以改善体力并提高收入。但现实并不是这样。1983年，印度马哈拉施德拉邦的消费数据显示，即使在最贫穷的人群中，食物支出也只占总支出的 67% 左右。当收入略有增加时，他们并没有把新增的钱全部用来购买每一卢比所能提供热量最多的小米。相反，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来购买味道更好，但单位热量价格约为小米2倍的大米和小麦。这些极度贫困的家庭还会把接近总预算 5% 的钱用来买糖。从补充营养和体力的角度看，糖的价格不低，营养价值却十分有限。
经济学家 Robert Jensen 和 Nolan Miller 在中国进行了另一项实验，他们随机选择一些贫困家庭，对面条或大米提供价格补贴。按照通常的直觉，主食价格下降以后，人们应该购买更多主食，但结果恰好相反。获得补贴的家庭减少了大米和面条的购买量，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虾和肉。由于这些食品提供单位热量的价格更高，家庭购买力虽然增强了，摄入的总热量却没有增加，甚至可能有所下降。经济学家 Angus Deaton 和 Jean Dries 分析印度过去25年的营养数据后也发现，尽管经济持续增长，民众收入不断提高，各个收入阶层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却都在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热量通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昂贵。按照菲律宾的价格计算，每天只需大约21美分，就可以买到能够提供2400卡路里，并包含一定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当然，这样的食谱可能主要由香蕉和鸡蛋组成，十分单调，却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被困在无法获得最低热量的陷阱里。当穷人手里多出一点钱时，他们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怎样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而是怎样让眼前的生活少一点乏味。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欧查姆巴克一家住在没有自来水、卫生条件简陋的土房里。他和邻居一年大约只能干70天农活，再做30天建筑散工。当被问到有了更多钱会买什么时，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东西。但在他简陋的房间里却摆放着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和 DVD 播放机。为了购买电视机，姆巴克攒了几个月的钱。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George Orwell 在观察英国底层工人的生活时也发现，失业工人并不会因为拮据就选择生胡萝卜和全麦面包这类廉价而健康却十分乏味的食物，他们更愿意购买白面包、人造黄油、土豆和加糖的茶。当生活长期处于压力和单调之中，一杯甜茶、一顿好吃的饭或一台电视机并不只是无谓的浪费，他们给人提供了一点及时的快乐，也让生活暂时变得可以忍受。因此，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单纯依靠增加热量来跨越贫穷底线，并不是一条普遍成立的路径。但儿童早期的营养状况却可能带来长远影响。孕妇补充碘，儿童服用驱虫药，虽然当时看上去只是很小的投入，却可能影响孩子日后的受教育时间、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和收入水平。真正的营养陷阱往往不在成年人今天吃了多少，而藏在生命最早期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微量营养素里。穷人在面对健康问题时，往往表现出一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在印度乌代布尔的农村，人们常常避开免费的公立医疗机构，转而光顾没有正规行医资质的私人诊所。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Jishu Das 和 Jeffrey Hammer 对印度各类医疗机构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把当地的诊疗过程概括为333规律，医生与病人平均只交流3分钟，通常只问3个问题，然后便给出3种药物。病人很少被转诊，也很少得到清楚的诊断和后续指导。私人诊所至少能够保证有人在岗，但治疗往往并不可靠。在乌代布尔，人们看病时经常会被打针、输液或开出抗生素。公立机构的情况甚至更差，医护人员不但经常缺席，即使在岗，平均花在病人身上的时间也更短。这些疗法价格不低，穷人为了支付医药费，有时不得不变卖资产，或者向放债人借高息贷款。与治疗疾病时的大方形成反差的是人们对廉价预防措施的忽视。在赞比亚，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出售一种用于净化饮水的氯消毒剂，一瓶售价大约18美分，足够一个6口之家使用1个月，
还能使儿童感染水传腹泻的概率降低近一半，但真正使用氯消毒饮水的家庭只有大约1成。穷人愿意花重金治病，却很少使用廉价的预防手段，其中一个原因是时间矛盾。人的大脑面对眼前的成本时，常常会冲动地把行动推迟到明天。购买氯消毒剂需要今天掏出零钱，还要在每次取水时记得加入适量的氯。带孩子接种免费疫苗，也意味着今天要走很远的路，排队等候，晚上还可能要照顾因为接种而低烧的孩子。相比之下，免于生病的好处发生在看不见的未来。我们会放大今天的一点麻烦，却低估未来可能得到的收益，最后一次又一次地把预防推迟下去。印度民间组织塞瓦曼迪 Savamander 在乌代布尔开展了一项实验，他们在村庄里设立每月准时开放的疫苗接种点，只要父母带孩子来接种，每次就会得到2磅达尔，也就是豆子。如果完成全部接种，还会得到一套不锈钢餐盘。2磅达尔的价值不到建筑工人半天的工资，却给了父母一个今天就出门的理由。它能够补偿步行、排队和照顾低烧孩子所付出的眼前成本。在没有干预的村庄，完成全部疫苗接种的儿童只有 6%。仅仅保证接种点每月按时开放，接种率提高到了 17%。加入达尔奖励后，接种率进一步上升到 38%。一点不大的及时奖励，未必能让所有人完成全部接种，却足以抵消眼前的麻烦，帮助许多家庭迈出原本会不断拖延的那一步。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政策中，长期存在2派思路。一派被称为供应达人，他们认为只要政府建好免费学校，聘请足够的教师，穷人自然会把孩子送去上学。另一派被称为需求达人，他们认为只有当社会真正需要受教育的人，并提供足够高的经济回报时，家庭才会主动寻找教育资源。但单纯扩大教育供应，并不能保证孩子真正学到东西。印度非营利教育机构布拉罕 Prasang 在全国600个地区组织志愿者，对大约70万名儿童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在7岁到14岁的儿童中，接近 35% 读不出小学1年级水平的简单段落，几乎 60% 读不懂小学2年级的简单故事，只有 30% 会做基本的除法。学校虽然建起来了，课堂却未必真正运转。世界银行在多个国家进行的缺席调查发现，教师平均每5天便会缺席1天。在印度，即使把已经到校却没有授课的情况算进去，总体约有1半公立学校教师在上课时间没有真正教学。在这样的学校里，孩子即使按时入学，也可能几年以后仍然不会阅读和计算。家长看到孩子学不到东西，便更容易认为上学没有意义，最终让他们提前退学。但只等待劳动力市场产生足够强烈的教育需求，同样十分漫长。经济学家 Santiago Lavi 在墨西哥设计了一套名为进步的干预方案。政府向贫困家庭发放现金，但家庭必须保证孩子按时上学，并定期接受健康检查。这套方案最初在随机选择的村庄中试行，结果显示，女孩的中学入学率从 67% 提高到了 75%， 男孩的入学率也有所上升。此后，类似政策逐渐推广到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马拉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拆解了现金补贴究竟为什么有效。研究人员把家庭分成3组，第一组获得现金，但前提是孩子必须上学；第二组直接获得现金，不附加任何条件；第三组不获得现金。1年后，前2组孩子的辍学率都降到了 6%， 而没有获得现金的对照组辍学率为 11%。 这说明贫困家庭让孩子辍学，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完全看不到教育的价值。很多时候，真正的障碍是眼前的现金缺口。家庭今天需要食物，
也需要有人帮忙劳动。只要一笔不大的补贴能够缓解当前压力，父母就不必为了眼前的生计，急着让10几岁的孩子离开学校去挣钱。穷人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现金不足的限制，也会被错误的预期引向另一个陷阱。在马达加斯加，家长们认为，孩子每多读1年小学，未来收入只会增加 6%， 每多读1年初中，收入会增加 12%， 到了高中，每多读1年，收入则会增加 20%。 在家长眼中，教育回报像一条 S 型曲线，最初几年的基础教育价值不大，只有一直读到高中，跨过毕业考试的门槛，拿到一份体面的办公室工作，收益才会突然上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通常都能带来一定的回报，即使没有获得正式部门的工作，识字、计算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也可能改善一个人的收入和生活。错误的 S 型预期却会迫使贫困家庭孤注一掷。既然家里没有能力让所有孩子都读完高中，父母便会挑选一个看上去最聪明、最有希望的孩子，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他身上。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一项有条件现金转移实验清楚地呈现了这种资源倾斜。有些家庭让2个或更多孩子参加抽签，最后只有1个孩子获得了现金补贴。与家里没有孩子中签的家庭相比，这些家庭中没有中签的孩子上学的概率反而降低了。补贴原本增加了家庭收入，却同时制造了一个被选中的冠军。父母把更多资源集中到这个孩子身上，其他孩子则更早退出了竞争。这种把教育当作精英选拔的观念也存在于学校内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 Michael Kramer 在肯尼亚西部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人员从100所学校中随机挑选25所，向这些学校发放官方指定的英文课本。结果令人失望，收到课本的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并没有明显提高，真正受益的只有原本成绩就接近全班最前列的少数学生。原因并不复杂，英语是当地许多孩子接触的第3种语言，排在本地方言和斯瓦希里语之后。大多数学生连课本的文字都读不懂，再多一本英文课本也无法帮助他们学习。但对于本来就能读懂英语的优等生，这些课本确实十分有用。面对考试压力，许多教师会把教学重点放在最有可能升学的少数孩子身上。那些跟不上统一课程进度的学生，则被当作无法避免的失败者。一个孩子如果在小学1、2年级没有掌握基本阅读，课堂内容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可能把听不懂归咎于自己，认定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家长看到成绩落后，也会降低期望，逐渐停止投入。学校由此不再是帮助每个孩子学习的地方，而变成了一套筛选少数优等生的体系。大量本来能够学会阅读、计算和实用技能的孩子，因为过早被判定为失败者，最终离开学校，回到村庄从事收入很低的体力劳动。在印度陈奈市的街头，每天清晨都有许多水果和蔬菜摊贩推着小车出摊。这些摊贩通常采用赊账的方式从批发商那里进货。一个小贩早上赊购价值1000卢比的蔬菜，到了晚上收摊时，平均需要向批发商偿还1046.9卢比。也就是说，他一天支付的利息高达 4.69%。如果今天借入100卢比，明天就要偿还104.69卢比，再拖延一天，欠款便会增加到109.6卢比。按照这样的复利计算，一笔大约$5的贷款如果持续1年，债务会接近$1亿。穷人长期承受着极高的借贷成本。印度大型小额信贷机构斯潘达纳公司 Spandana 的创始人 Padmaja Reddy 最初正是从一个拾荒者身上看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拾荒者能够借到购买手推车的钱，他就不必每天支付租车费。
省下来的租金几周之内就足以购买好几辆手推车，但银行不肯借钱给他，而民间放债人的利息又高得根本无法承担。Reddy 最终亲自借钱给了他，拾荒者按时还清贷款，生活也很快有了改善。这件事后来促使 Reddy 创立了斯潘达纳公司。银行为什么不愿向穷人贷款？民间放债人为什么又要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额贷款中的信息和监督成本。穷人需要的贷款金额通常很小，但放贷人仍然要调查借款人的背景，了解生意怎样运转，还要花时间上门催收。这些成本并不会因为贷款金额小就自动下降。固定的人工成本分摊到每一笔小额贷款上，比例自然很高。为了覆盖这些成本，放贷人必须提高利率。利率上升以后，又会产生一种乘数效应，贷款越贵，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越大，遇到困难时放弃还款的诱因也越强。放贷人为了降低违约风险，便要投入更多时间监督和催收，增加的监督成本最终又会转化为更高的利息。常规商业银行的员工通常并不熟悉当地村庄，也不擅长依靠人际关系追踪借款人。面对金额小、管理成本高、追讨又十分困难的贷款，他们往往选择退出。填补空白的是熟悉当地情况的放债人，他们利用亲属邻里和社会关系了解借款人，也会通过羞辱和施压等方式催促还款。一些地区的非正规贷款违约率可以低至 2%， 但借款利率仍然十分惊人。穷人常见的年借款利率在 40% 到 200% 之间，有时甚至更高。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利息昂贵，而是除了接受这些条件，往往没有其他选择。穷人的生活长期暴露在欠收、疾病、失业和物价波动的风险之中。在缺少正规保险的环境里，他们只能用代价十分高昂的方式保护自己。印度西孟加拉邦27个村庄的调查显示，即使是自称以农业为生的家庭，真正投入耕作的时间也只有大约 40%。一个普通家庭往往拥有3个劳动力，却同时从事多达7种不同的职业。他们既务农又打零工，做小买卖，依靠分散收入来源来避免一次打击毁掉整个家庭。这种策略能够降低风险，却也让他们很难在任何一个领域长期积累经验。一个人不断更换工作，就很难成为熟练工人，也很难依靠专业技能提高收入。在降雨不稳定的地区，农民也会选择产量较低但更加耐旱的传统作物，而不愿冒险使用需要稳定灌溉的高产种子。他们降低了绝收的可能性，却同时放弃了更高的平均收益。既然自行对冲风险的代价如此高，商业保险为什么没有进入这个庞大的市场？印度小额信贷机构 SKS 曾推出一项名为 Swayam Shakti 的试点医疗保险计划，覆盖生育、住院治疗和意外事故。为了避免只有容易生病的人才投保， SKS 最初要求客户强制参保，但客户对此十分不满，一些人宁愿不再续借贷款。几个月后， SKS 的贷款续约率从大约 60% 下降到了 50%。 SKS 随后把保险改为自愿购买，结果只有少数客户愿意投保，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随之出现。所谓逆向选择，是最清楚自己可能生病的人更愿意参保，导致投保人群的平均风险越来越高。而道德风险则是人在不用承担全部医疗费用以后，可能接受更多不必要的药物、检查和治疗。保险公司的支出迅速增加，最终不得不停止接受新的投保客户。除了产品本身的风险，穷人也很难完全信任保险机构。一位客户因为胃病去医院治疗，却发现这项保险只覆盖住院等灾难性风险，门诊费用无法报销。另一位投保人的丈夫病逝，
也因为没有住院记录而未能获得赔偿。从合同条款看，保险公司可能没有做错，但在客户看来，自己已经遭遇了严重损失，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这种经历会迅速摧毁信任，使他们第2年拒绝续保。经济学家 Robert Townsend 等人还在古吉拉特邦和安德拉邦测试了一种更加简单的天气保险。它不需要判断农民是否认真耕作，只根据当地测得的降雨量决定是否赔付，因此能够避开部分道德风险。然而，即使工作人员亲自上门推销，购买保险的农民最多也只有 20%， 而且大多数人购买的保障额度只能弥补灾害损失的 2% 到 3%。 保险要求人们今天先拿出一笔钱，换取未来某种灾难发生后的赔偿。但未来是否会发生灾难，保险公司是否会按约赔付，都存在不确定性。对于手里现金本就十分有限的人来说，这是一笔很难下定决心的交易。为了绕开正规银行对穷人的信贷排斥，孟加拉国经济学家 Muhammad Yunus 创办了格莱民银行 Grameen Bank， 并推动小额信贷模式走向全球。小额信贷机构通常把借款人组成小组，要求成员定期见面，并从贷款发放1周后开始，每周偿还固定数额的本金和利息。信贷员只需要在固定会议上清点现金，不必逐户调查和催收。借款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同侪压力也有助于保证按时还款。在南亚的小额信贷机构中，被认为可能违约的贷款比例一度低于 4%。 这种纪律降低了管理成本，也使小额信贷能够提供远低于传统放债人的利率。但对低违约率的极度追求也限制了穷人真正创业的空间。商业扩张需要时间，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风险、试错和亏损。贷款发放1周后就开始还款，意味着借款人必须迅速产生现金流，因此他们更容易把钱投入周转快、风险低的小买卖，比如当天进货、当天出售的食品摊，而不敢购买需要几个月才能产生收益的生产设备。经济学家 Ruffini Ponde 和 Erica Field 曾说服加尔各答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让一组随机选中的客户在得到贷款2个月后再开始还款，而不是1周后便还款。得到宽限期的客户更有可能购买缝纫机等生产设备，经营规模更大、风险也更高的生意，而不只是简单的倒卖沙利服。这些投入可能带来更高的长期收益。但新贷款小组的违约率虽然仍然很低，却比采用传统还款方式的小组高出了 8%。 为了维持财务安全，这家机构最终还是恢复了原来的还款制度。小额信贷解决了穷人日常周转和小规模经营中的一部分资金问题，却很难同时承担孵化高风险企业的任务。信贷和保险等市场工具在面对贫困时都会受到成本、信息和人性的限制，因此许多有效的政策并不是要求穷人表现出超常的自律，而是重新设计他们做决定的环境，让有利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穷人家中没有经过消毒的自来水系统，每次取水后都必须记得加入适量的氯。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却需要人们不断做出决定，也不断消耗注意力和自控力。Michael Kramer 和同事改变了氯消毒剂的摆放位置，他们把一种免费的湿滤器直接安装在村庄的水井旁。每个人取水时，只需顺手把手柄转一圈，湿滤器便会向水桶里加入适量的氯。氯没有变化，谁也没有变化。真正改变的，只是人们采取行动时所面对的阻力。当消毒剂被放在家里，人们需要记住购买、保存和使用。当湿滤器被放到水井旁，消毒就变成了取水过程中的一个顺手动作。从小额信贷的每周还款到水井旁的免费湿滤器，两种机制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制度设计既可能增加穷人的负担，
也可以替他们消除那些看似微小，实际却难以跨越的障碍。消灭贫困真正需要寻找的，正是这样的杠杆，不是要求穷人表现出超长的意志力，而是让正确的选择成为阻力最小的选择。贫穷的本质不是一套关于消除贫困的宏大叙事，而是提供一种从具体问题出发，用实地证据检验扶贫政策效果的视角。消除贫困不能依靠宏观空谈，也不能指望外部一次性注入巨额资金就能打破循环。当改善健康和教育的收益远在未来，而付出成本却在当下时，穷人必然会无限期拖延。因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眼前的、立即可见的低成本食物补偿，比如打完疫苗立刻发2磅干豆，去抵消当下的时间与体力耗费，拉动他们完成预防疾病的动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抵押物，放贷机构的监督成本注定了穷人只能承受高昂的借款利息。要降低穷人生存和试错的财务负担，必须放弃要求他们逆人性去坚持长期目标的想法，直接在基础设施上设定默认选项，比如在全村共用的水井旁免费安装滤漂剂释放器，把需要消耗意志力的长远决策变成阻力最小的顺手动作。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正是消除贫穷真正需要寻找的杠杆，不是替穷人规划一种理想生活，而是找到阻碍他们行动的具体问题，让更有利的选择变得简单可信，也更容易坚持。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